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好多朋友啊跟我们说了很多次，说希望我们能够聊一聊自由职业这个话题，这不就来了吗？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真的是不止一次策划过自由职业这个选题，甚至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策划，我们还推进过一次录制。但是后来为什么没发呢？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在聊的时候也发现，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复杂，而且很细碎，就感觉好像不是说一期节目就可以把它说完说明白的。我还记得咱们当时做那个策划，真的是洋洋洒洒一大篇，我感觉录个3-4个小时都录不完。但是最近呢，我们两个人又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然后我们在私底下又开始讨论起了就是关于自由职业这件事儿。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就是着重在聊自由职业里边自由这2个字儿。我觉得这应该也是给我们带来最大感触的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开始讲会更好一些。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突发奇想，我们就说自由职业这个话题似乎也不必非得一期节目就给大家讲完，我们可以掰开了揉碎了，从一些很细小的洞察入手，慢慢的给大家分享我们的感悟。所以今天我们这期呢，我们就想来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就是自由职业当中的自由。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算是职场系列里的一期。就以前我们都是跟大家说我们以前在上班时候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不是也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切入点去讲吗？那现在我们的职业就是自由职业了。对，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讲职业的系列，但可能更着重于讲自由职业，那它也是可以分成各种不同的切入点。对，惠子一直都说，她说自由职业也是一种职场。而且咱们能感觉到，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非常好奇自由职业这一个群体的，并且也有很多听众反馈，就是大家是很向往自由职业的。我觉得大家向往的一个很核心的吸引大家的点，就是它的自由。但是自由职业的这个自由，它是真的就那么自由吗？我觉得首先我们得承认，就我们两个人啊，作为自由职业了这么几年的人，像我是可能从21年开始，我到现在有4年多，惠子是从23年开始有2年多，我们俩感觉到就是自由职业当中的这个自由，它一定是切实存在的，尤其是相比于以前你要朝9晚5去上班，在一个体系下。但其实你眼前的黑不是黑啊，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想分享的，就是它可能有一点点让大家意料之外，或者说有点反常识，就是自由职业当中给我们带来自由的这些点，它同时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自由的地方，或者说就是它带来了一些束缚。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很多人都能想象，就是你如果从事了自由职业，你在时间方面一定是非常自由的。这个我也承认，就是我当时刚开始进行自由职业之后，我自己最大的那种幸福感来源啊，就是时间上的我自己可以掌控了。我觉得也是，就我自己会有一种刑满释放人员的那种快乐，就是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什么都不用赶了，你也不用担心你打卡什么错过了1分钟，就你完全可以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时间。我到现在都能想象到，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每天从地铁里出来，还剩几分钟就要打卡了。哎，你不是还要就是还没到的时候我们以前那个打卡范围？对，我们以前那个公司，你在进去之前，你在楼下有一个花园，你进行一个奇怪的一个走位，你可以连上公司的 WiFi， 然后你在楼下就可以打卡，然后我们打完卡之后甚至都不上楼，然后去买早餐什么的，就那种每天都会进行的这种紧张感，其实现在回头想想挺折磨人的。但是你自由职业之后，就是你首先第一个不需要担心的就是这些。另外我们也可以错峰的去休假，比如说一个热门的咖啡馆，如果周末去的话肯定是大排长队，但是我们因为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日是哪一天，我们经常可以在别人上班的时候去咖啡厅喝咖啡，一个人都没有，特别的舒服。包括我们在这种假期，以前咱们上班的时候，你总是想要说，哎呦，假期的时候外边人也多，基酒也贵，但是没办法，假期就在这儿啊，你也硬着头皮得出去跟人家人挤人，然后去旅行。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不人挤人，咱们索性假期就躺在家里，最后导致1年到头哪儿也没去。但现在我们有了自由职业之后，我们就相对更宽松的可以去安排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了。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选择是错峰出去旅行，一方面人少了，另一方面整个旅行投入的成本也会变低了，这些其实都是好事儿。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以前的节目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自由职业了之后，有点像是把自己的时间拿回来了。就是以前我们都是别人给我们发工资，我们把自己的时间出卖了，现在我们把自己的时间拿回来，自己可以可控了。但是虽然像我们说的，我们不需要去上下班打卡了，我们也可以错峰休假了，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个可太让人向往了。但是久而久之，就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自由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痛苦的点。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从事自由职业，但是我们不是自己建立了一个什么国度，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自给自足啊，对吧？可以共产主义，可以内循环，不行啊，你还是得跟外界合作呀。你还是有甲方、乙方、丙方各种方，对吧？你还是有各种合作伙伴，你有很多项目在进行，人家是有上下班时间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痛苦点，就是当我们想要休息的时候，想要错峰休息的时候，可能我们休息的这个时间正好是人家要工作的时候，人家如果联系你，你也必须要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所以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你之前在工作，你想休息的时候呢，因为一些别的原因你还是要工作。所以这样里外里看来，其实你好像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工作神经下，我就会觉得我自己这个大脑特别的紧绷。而且有人会觉得说，哎，你看，比如说你工作日的时候你是在休假，那你的客户跟你发一个消息，你只要回一下就好了，感觉好像这一天你其实只工作了比如说10分钟，但是只是这工作10分钟都会让你觉得这一天好像自己是在工作，没有休息到。而且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神经紧绷是我觉得痛苦的一个来源，就是你会担心是不是会有人联络你，因为你知道你休假的这个时间是世界上班的时间，所以你很担心有其他上班的人会联系你。反而现在让我什么时间点最轻松，我告诉你，就是反而现在是周末和假期我最轻松，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自己不给自己找事儿做，肯定不会有人联系我，因为人都休息了。但我跟你说，我的这种被时间自由搞得反而不自由的感觉，并不是来源于别的人他可能会要求我工作或者跟我联络，还是自己的感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完全可以自己掌控时间是非常爽的，但是很快就发现我没有被安排固定的上班时间，也就意味着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就是原先我们会上班和下班，也会有工作日和休息日，它就会形成一个节奏，然后我们的身体会记住，就跟那个生物钟一样，好像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开关，就是到了周一你就啪打开了，哎，这时候我要工作了，干5天啊，然后而且你也会有点不爽嘛，就像我们的听众说，然后到了休息日你就关机了，对不对？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自己掌控时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什么时候想上班我就去工作，不想工作我就不工作。那我的身体永远不知道这个开关应该什么时候开，对，什么时候关，那就会出现2种情况。如果惰性特别强的话，可能你这个开关就是一直关着的，所以你就很难启动起工作。对。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那种自我要求很高，然后我这个开关就变得一直都开着了。就以前的话，我周末的时候是会关掉的，我就会觉得我要休息了。但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给自己搞得很乱之后，身体就觉得说，哇，我得随时准备好工作。就你是因为随时准备着有人可能会联系你，你难受；我是随时好像要求自己是一个工作状态而难受。哎，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还有一个开关始终关不掉的一个原因，就是像你说的，咱们现在是自己干了，你自己干之后吧，它跟以前你给人家打工，这个钱都是赚到老板口袋里不一样。现在你感觉我自己每做1分钟，每工作1分钟，每努力1分钟，所有的正向反馈都是到我自己身上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人就会贪心呐，你就会想说，哎，如果我干1分钟我就赚1分钟，那我要是一直干，我是不是就是一直赚？我跟你说，我跟你一模一样，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完全属于我自己，对，我可以给自己创造价值。以前我想的很好的，我1周我就只干40个小时，加班了我还得拿加班费。对，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就是全部都是可以自己安排，我就全部用来工作。以前咱说这个叫什么多劳多得，咱现在不是多劳多得，咱现在是一直劳，咱就想要一直得。我跟你说为什么，就是自由职业前期觉得时间好像自由还很快乐，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给自己安排的工作还少。就刚开始自由职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翻身农奴把歌唱，就是我刚开始自由职业，那我不得稍微就是给自己安排的不那么紧一点嘛。但是后来慢慢的你越来越会进入那种我得工作的状态，对，所以就把自己非常自由的时间安排的很不自由。我跟你说，以前啊，
我觉得自由职业了，我随时都可以约人玩，就经常出去跟人玩。但是现在啊，就算我知道，比如说接下来第5天我有一个工作，前4天其实我是空着的，但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在这前4天去跟人约着玩，因为我会想着说，如果我在家待着，可能我啪突然有个灵感，我就要开始工作，或者突然有一个商务来对接我，我就要开始工作。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我会有一种不是在工作，就是在等着工作的状态。就这个感觉很束缚，很像是我妈，就我妈也是个体户，也是自己干嘛，她天天要在那个厂里待着，不是说她一直有事儿，一直有客户找她买东西，而是她觉得那万一有客户找我买东西呢，我得在这儿待着。我现在也是这个感觉。你知道我把这个东西形容成什么？啥？就是咱以前上班那叫坐班制，我觉得咱现在自由职业这种感觉叫做精神坐班制。真的就是其实我们肉体没有在坐班，但是你的精神一直在坐班。对，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你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对，你不会想着说我靠不管了，这都老板的事儿不管了，你不会这样。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作为普通人要去掌控一个很自由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我经常会感觉到，我们所有时间都是自由的，然后要做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会想着说，那我就不需要像在公司里面一样，给自己设置一个非常死的 deadline。希望自己可以是比较轻松的，比如说每天干2个小时，非常非常完美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会导致你没有办法像公司里面一样，你在一个截止时间就把这个事情顶完，后面你就可以彻底休息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感觉好像想让自己轻松，然后就导致这个事情拖得很长。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年过年年30的时候，你还在工作，然后那个时候你还会自我 PUA 说，哎呀，你看我们就是自由职业，年30都可以工作。那如果是在公司的话，老板肯定要求你在这之前就算加班也得完成，这样年30你就可以休息。我跟你说，你刚刚说的就是公司有 deadline， 有 deadline 你就会在 deadline 之前做完。对，没有 deadline 你就算 dead 了，你也写不出一条 line。我跟你说，所以就是这个时间上的自由啊，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讲，他其实需要你的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控力，去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我有的时候经常感叹，就是咱们从公司里面脱离之后，我们去进行自由职业，有的时候我们会庆幸说，哎呦，以前老是天天有人拿着皮鞭子抽你啊，现在没有这个皮鞭子了，我们真的自由了，我们也可以。你知道吗？后来啊，我和惠子我们2个人甚至恨不得自己给自己雇一个拿皮鞭子抽我们的人。不是，我们都打算买打卡机了，我都看了。对，小米打卡机。我们2个人首先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如果在大家工作的时候休息，我们有的时候也休息不好，所以我们2个人后来就开始说，那我们算了吧，我们索性就按照这个社会的节律来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是周1到周5工作，周6周日休息，也是该逢年过节的时候放假，逢年过节的时候放假。这是我们2个人做的第一个改变。所以好多人问，为什么我们5一的时候去日本玩？对，解密了，知道了吧？因为自由职业一点都不自由。然后第2个就是惠子说的，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萌生了说我们要搞一个打卡机，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会经常有的时候睡着睡着就觉得说好像这一天就睡过了，然后等到你醒了之后呢，你又开始疯狂的干活，你又不知道几点结束，有的时候你又干到半夜11点12点，你也不知道消停，所以你整个这个时间是非常混乱的。所以为什么惠子说给我们安排个打卡机，说咱得记录记录咱几点起床开始工作，几点下班结束工作，希望最终统计出来这个数据可以引导我们越来越形成一个良好的节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2个人自由职业这么长时间之后，现在2个人算是达成一个共识的，就是在时间安排上面其实确实是需要一个非常成体系的有框架的这么一个时间安排。就是你的生物钟还是得起来，不然的话你身体里面那个开关是混乱的，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对，然后再有一个你提到刚才那个开关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我特别有感悟的，就是因为我们2个人对自己要求都很高，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干一直不停，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不用休息。因为确实你自由职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强度啊，就因为你不用肉体坐班了，其实你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感知的强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虽然精神坐班这个强度还是蛮高的，但是身体确实不会有那么疲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一个一个工作不停的接不停的干。但是这个你是知道的，直到有一天你一定会被高负荷压垮的。所以我们2个人后来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必须要给自己每周都得安排切实的休息的日子。但现在我感觉我们只能安排1天。对，只能安排1天啊！自由职业竟然是上6天班。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发现，就是我们就是即便自己给自己定这么死的一个规矩，说每周比如说必须休息1天，或者说我们有一段时间还规定说每个月都要出去旅行1次，我们后来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我记得我们那个每个月旅行那个事儿，
可能都持续了没到1个季度。然后我们就改成了说，我们要每个月出门一次，在上海干点啥新鲜事儿。现在我们连这个都没有了。你看这个妥协，它是来自于自由，但同时这个妥协又给我们带来了伤害，就让我们根本就出不去。你觉得你好像可以妥协，因为就是你自己管理嘛，但是一妥协就一直妥协下去。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人对于自由职业、时间自由这个事情你是觉得非常向往的，我觉得首先你可能要自己先思考一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像我和惠子这种，我们俩这种性格，就是自己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可能你就真的得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你进入自由职业，有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也会特别高，所以反而会让你比在公司里边工作你还累，因为公司毕竟它上面有人把一个大方向，你只要把这个大方向上面的每一个事情都做完就 OK 了。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话，你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自控力究竟怎么样？因为我们两个人确实都有过深深陷入就是这个自我放纵无法自拔的这个日子所以我们知道，但我觉得我的自控力是要控制我别工作。就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思考和想工作，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不是说控制我别老玩。我觉得这个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洞察。对，就是本来大家以为自控力都是应该控制自己多做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得控制自己，给自己适当的休息。对，像我这个设置每周1天的强制休息，其实就是为了倒逼我停止，不然的话我可能其实我只要5天就能完成的工作，由于我太爱工作，太想要追求质量了，我就会把它变成7天才完成。就我设置的这1天休息并不是我想要休息，而是为了压缩我工作的时间，不然真的太苦了。然后你前面刚才提到的，你说这个上班和下班区分不出来，什么是上班，什么是下班，我觉得这个就要讲到另一个自由的方面，就是空间上的自由，在哪儿都能办公。对，咱们前面说的是时间上的自由，现在这个空间上的自由。空间上的自由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嘛，你这个自由职业了之后，你就不需要一定要去到办公室里了嘛，这也是很多人可能向往的。他们肯定想说，哎呦，我都不用洗头，不用化妆，我直接窝在沙发里，舒舒服服的。窝在沙发里爱情没有那么容易。然后这个小家你又会觉得，哇，家好舒适啊，在这里工作得有多开心。就很多人不是也很向往说能居家办公，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对。然后另外还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你不需要去工位去工作了，那这样的话你不在家，你也可以去那种咖啡厅。哎呦，多么精致啊！就是那种甚至有些人还会跟我们说，你看你们这个时间这么自由，你们甚至都可以出去在旅行的路上工作呀，全国各地都不影响你们工作。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挺享受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南通，去六维姑娘家工作，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父母，就回家也可以继续工作，同时还跟爸妈在一起，其实真的挺好的。但是它衍生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朋友们，就比如说在家办公这件事儿，我们两个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我们没有租办公室，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工作95%以上的工作时间我们都是在我们家里的这一张桌子上面进行的。这对我来说衍生出来一个什么样非常巨大的问题啊，就是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我这个家究竟是家还是办公室。模糊了。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自由职业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还可以非常积极的坐到这张桌子上面开始我的工作，不管是要做策划、剪辑、查资料、学习都可以。但是后来我发现家这个休息的场景和工作这个紧张需要付出能量的这个场景，他们越来越融合，越来越模糊，我越来越很难启动在家里的这张桌子上进行工作。因为我感觉家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尤其是这2年我们因为在家待的时间长，我们又会很主动的说我们把家好好布置布置我们又买了更舒服的沙发，我们又买了更舒服的什么懒人椅，我们又买了更舒服的茶几，我们让这个家变得更像是一个可以度过闲暇时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而且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时间自由了，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休闲，所以在家里面你会觉得哇，在家里面休闲的时间好长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在家里越来越难启动工作。我记得特别明显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22年，咱们那个时候不是封控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在家里面，因为真的就是连门都出不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分不清楚家还是办公的这个感觉让我非常非常的混乱，就是像是喝醉酒一样那种很晕的。然后我就跟惠子说，我说不行，我说我现在必须要在咱们家里头开辟出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非常像办公室的。
当时我们那个次卧本来是我们用来堆放杂物的，我把那里边所有我堆的那个鞋子上百双鞋我全都给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我把那个鞋子全都拆了，鞋盒全都不要了，然后不要的鞋子我全都寄回大连了。我给家里那个次卧整理出来了一半，然后我买了一张升降桌，买了电脑屏幕，买了办公椅，还买了地毯，反正给那布置成一个就是纯的一个办公场景。然后我说以后我起来我就当这里是办公室上班。对，我走进去，然后把门关上，我在里头办公。其实这个办法挺好的，这是我当时解决的办法。确实这个办法从22年，我记得从22年6月份左右我进行了这个改造之后一直到23年下半年都非常好，可能能持续了能有1年多的时间，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跟你讲，就是你还是在这个空间里，就是虽然这个空间就像我说的它自由，但是换句话说你有点像是一直被困在这个空间里，就它会吞噬你，对吧？对，我们所说的自由只不过是你不用去到办公室，老板给你租的办公室了对，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一直在这个屋子里对，虽然我是从主卧起来经过客厅然后进到次卧但是它还是这么一个就是100平米建房这么一个地儿。听起来你需要一个庄园你要是有一个庄园的话就可以了。那我早上起来这个先开白麦呀对吧，然后我走3关然后我就到了这个我这个20公里以外的这个我的办公的这个偏萨子就是想吃这个通勤的苦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我应该是23年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了我特别想要租一个办公室的想法。那是我第一次萌生我想要租办公室的想法。我当时萌生了这个想法之后，我还跟你说了，我还跟身边好多朋友说了，然后人家还调侃我说你是不是要什么扩大生产怎么样对，我说我真的没有那个想法，我说我就想租一个人或者2个人的工位就可以。我说我其实完全就是希望我能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办公的环境，早上起来洗漱出门通勤然后去办公。听起来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就是明明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工位了，但是几年之后你被它莫名的吸引，你又想回到那个工位去。我跟你说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大家是难以理解这个事儿的，我给你们讲一下我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是这样。我其实后来自己分析了，就是你看如果我要是在家里，我早上起来我是不是按理说我是可以立刻投入工作的，但是你知道你早上起来那个状态其实是离睡觉更近的一个状态，离那个休息的状态更近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很难直接切换成工作。除非我跟你讲有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直接切换工作，就是突然之间有一电话会议视频会议逼得你不得不一下子调动出那个状态，马上就是那种感觉已经晨跑10公里然后正襟危坐的那种感觉。对，就甚至有的时候声音特别洪亮。对，甚至有的时候你在接起这个电话会议的时候你会马上就变成那种就跟录节目一样的声音但是你其实知道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在想，就是我早上起来洗漱出门通勤这个过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我们进行体育运动前的那个热身的过程。我觉得如果大家这么想的话，你就能理解，就是你看看你运动是不是也很难说我一站起来立刻就进入高强度运动，基本上都得有那么一个小热身，不管是跑步呀力量呀还是打篮球踢足球，很多人都是先热身。其实我现在就觉得说，我要是有一个办公室，我可以有一定距离的通勤，它就可以让我通过这个通勤的时间热身，然后进入到那个工作的状态。那你说为什么就是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觉得通勤是很累的，是很挤的，是很浪费时间的，我好像通勤完坐到办公室我力气都花光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觉得好像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通勤启动的时间，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有点像是那种何不食肉糜，就是我们因为有自由的这种空间不需要通勤，所以我们其实积累了比较好的能量，然后觉得好像没处释放，觉得需要一个这样通勤的过程呢？我倒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被动和主动的一个区别。有道理。就是你之前上班的那些通勤也好，去办公室也好，这都是被动的，就你是被要求要这样做。对，是你被要求的，说要几点来，做到什么位置。但是现在我们是主动的，我们是自发的，我们是觉得我有这个需求，所以我才进行这个操作。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倒是自由职业中的自由。对，这个是自由，可以主动去做一些事情，虽然看起来你好像还是给自己框住了，但是你是主动去做的，这才是自由。我跟你讲，我其实也是有这种就是家里面和办公场所模糊的感觉，也给我带来痛苦。但是我发现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怎么相反？就是你似乎是觉得家里面太舒适了，它更像是个家，不适合你办公，就你很难启动从家舒适睡觉的感受去办公。对我来讲好像是家变成了办公室。你记不记得我无数次就是眼睛一睁开我就可以把电脑拿起来然后在床上打字？是就是我的家没了，就被办公室吞噬了呀。
就你好像是家吞噬了你的办公空间，嗯，但我好像是家越来越被我变成了一个办公室，它的办公空间直接吞噬了我整个家。所以你现在在咱们家里面是找不到休息的感觉。对，就是我感觉好像我每天是睡在办公室每天在办公室，你这就是老板最喜欢的员工啊对，然后我感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我吃饭一边看电视嘛，然后吃完饭我就要立刻投入工作，因为你想，如果以前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拿个 iPad 看一会儿电视，你不可能说哎我想看多久看多久吧。我现在也是，就明明可能是我们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应该可以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但我好像大脑噗一下就觉得饭吃完得立刻坐到自己的餐桌上开始工作。就这里像是个茶水间，简单的休息一下，然后就赶紧开始工作。对，就我好像觉得在家里面如果不工作，因为家现在已经在我脑海里面它已经是办公室了。确实吧，你看我们这个客厅的大桌子是我们用来办公的，我的次卧也被我改成一个办公室了。我们现在家里头唯一幸免的就是一个堆杂物的房间和一个是我们俩睡觉的主卧对，然后你感觉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不工作浑身难受，因为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办公室啊，那不就应该是工作的那个状态嘛。然后吃饭睡觉休息的时候我都会隐隐的感觉到焦虑，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哎，你怎么还在休息？你怎么不去工作呀？你就想象一下好了，你24小时在办公室，就那种感觉。然后你还有一个虚幻的老板一直在监督你然后我跟你说，虚幻的老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啊！我跟你说，我对你的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刚开始自由职业的时候，我还觉得是跟我的亲亲老公一起工作好开心呀。就我当时的感觉是跟我的老公我们在工作，我会有一种哎呀，你看我们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干得很开心。但是慢慢的这个班味儿就上来了你就觉得哎，他越来越像你的同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会为一些选题苦恼，有各种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是同事一样去讨论。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像是跟老公在办公，像是跟同事在偷情啊！真的，就是我现在脑海里面认知你的时候，你的脸就是一下子会让我想到很多工作的事儿。就比如说以前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你在我边上呼呼大睡，我想说哎呀，老公真可爱，怎么样，就是他还在我身边陪伴我，是一种温暖的感觉。但是现在每天早上醒过来看到你的脸，我就想到说肥姐主播，我们这次的策划好像还没做就是你这个人作为一个线索变成了一个提示我要工作的线索。我懂了，就是我这张脸不再能提醒你生活了，而是提醒你工作。对，然后家是办公室的感觉，老公是同事的感觉，就是我们两个人如果要这不是你是和同事一起睡在办公室呗？就是对，就我们两个人如果要亲热一下，我的脑海里面第一反应是抗拒的，我就想说哎，这位同事你干什么就是我就是办公室恋情不可以对对，就真的是这种感觉。当然没有说这么夸张，但是隐隐约约就是家里面的东西，包括你这个人给我带来的就是这种工作的线索，然后让我的大脑永远在那个开机的状态。我能懂。哎呀，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可能咱们听众当中，如果要是比如说自己一个人从事自由职业的，他可能确实有点难理解。但是如果要是夫妻两个人都是这种形式的话，我觉得确实你说的这个，反正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能够感同身受。那你对我没有吗？你对我你觉得还是老婆更多一点？因为我在家里面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那个休闲的氛围所以你的角色在这个环境下也就自然而然的会是我老婆的这样的身份。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老是跟我说，你说我好像很难严格要求你，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家里这是我老婆，我怎么能严格要求她？我不能拿她当同事啊，我不能拿她。但是你的老婆已经拿你当同事了我没想到啊，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跟你吐槽，我说就感觉咱俩这个关系好像你是我老板，就是因为你能拿我当同事，但我拿你当爱人，所以咱俩这个有一个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就是现在最近一段时间非常认真的在探讨，说我们好像确实需要一个办公室了，它可以帮我解脱出来就是家太舒适没办法办公这件事儿，也能够帮惠子去解脱出来家太办公以至于他没办法休息这件事儿。对，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共享办公了几天嘛，在外面办公完回家，在家里面看电视就是巨爽，
就是不会有负罪感。对，因为你觉得你已经在该办公的地方办公过了，那家里面现在真的可以休息了。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在家办公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长期的单一的空间。有的自由职业者没有人跟他接触，我们两个也就是对方跟彼此接触，其实我们接触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就见的人少，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大脑特别闭塞。像我们这种需要创造力的这种工作，其实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灵感好像有点枯竭。对，我自己非常有体会，就是尤其是近1年的时间，也不是近1年吧，就从25年开始，因为耐听越做越少了。我记得以前我有非常非常多让我觉得非常受启发的时间，是因为我在跟耐听我们整个这个团队大家一起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我们在那个23年的时候大家做那个亚运会，然后我们在24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东西，我们也跑到雪山跑到什么地方，我们去在外面你会见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每次大家会有一些会议啊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会有更多的伙伴参与到你的工作当中，而不是一个人像是闭门造车一样，就是你一直在自己做事情。那些东西是能给你带来灵感的，同时它也能帮你消耗掉一些你无处释放的能量。而且视觉线索也很重要，像我们天天在家，视觉线索就这么点儿。对，你如果换一个空间，你就会觉得视觉线索不一样，你的脑子整个转动的方式也不一样。我记得我们2个人这周不是去尝试那个共享办公，我们去的第一家那个共享办公的社区，当时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人家还有一个前台说带我们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知道吗？我感觉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野人太久不见人了，就是我跟那个前台就在那个他们那个社区里边溜了那么一圈啊，我真的觉得我这就是如沐春风，就我觉得我周一见着一活人跟我说话，我恨不得跟他疯狂表达，你知道吗？我跟他一顿聊天啊，我拉着他，我就说看这儿看那儿，我都不想结束，然后给人家整的，人家就也觉得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健谈，就是还挺好奇的，就真的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太久不跟别人沟通了。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很多自由职业者会有体会的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说还相对好一点，因为我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会特别主动的去跟人建立联系，跟人聊天。但你作为一个 I 人，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有好处，但是你很难自发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上个礼拜周末连续2天直播，然后我也跟你说，我说我接下来就想多做一点直播。其实我跟你讲，我做直播我真的没有那种什么想带货呀或者什么这种想法，我就真的很想说我能不能打开一个空间，有人来跟我聊聊天儿，就我真的我觉得有点就自己一个人有点太孤单了。你看这个我们其实讲到的是类似于自己选同事的自由，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在公司里面不自由是因为老板是你不能选的，同事可能你也不能选。到了自由职业你发现我完全可以自己干了，然后同事我也可以选，我想跟这个人合作我就跟他合作，跟另外一个人合作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合作。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就是没有那种外界给你的这种人脉，你好像自己也很难在这种很单一的人脉当中感受到去发展啊。对，尤其是像我这个本身就是朋友比较少的人，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这个感悟可能可以提醒咱们现在还在职场中的朋友们，有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同事，就即使他们有的时候讨人厌，但是你也要感到幸福，或者说也是值得珍惜的，因为有这些人他可以在无形当中或多或少的去给你一些影响，给你带来一些外界能量的输入，其实要比像我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只有彼此，或者说像我更封闭一些，那种孤独感，其实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可能现在更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伙伴可以跟我一起去合作。当然我们现在要是说立刻想要有一帮人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个确实是不现实，所以为什么我们2个人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先找一个办公室，就是至少你这个办公室所在的这个地方，你每天进进出出这个写字楼也好，或者这个办公空间也好，你会见到很多人嘛，甚至有可能你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也能够交到一些朋友，这些可能也都是可以变相去达成我们又把我们自己放回到一个职场环境当中这么的一个尝试。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非常希望能够求助一下咱们这个神通广大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们2个人确实也没有什么租办公室的经验，主要是租这种只有2个人确实有点难对，就是这种小面积的，就有点像是说是工作室不是工作室，说是办公室不是办公室这么一个空间。我们2个人就是有点没头苍蝇，咱们最近一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中介，然后也找了很多途径，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我们也做各种搜索，所以我们也想说问一问咱们听众当中，大家可能有些人是过来人，他们有经验，比如说你可能经历过创业，经历过自由职业，或者说成立过自己的工作室，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当时是怎么起步的，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办公室，或者如果咱们听众当中真的有资源更厉害的人，你手里边有这相关的资源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推荐给我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终于开口了，就看咱们听众当中有没有这种兵了啊其实我觉得前面我们聊到的，我有一个感悟，就是就算你是自由职业，你也要给自己设置一些这种条条框框，上班的时间、下班的时间、固定的工作的地方和休闲的地方。就算你是在家里面，你可能也要区隔得很开。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暂时还没做到的，就是我觉得跟人有关的，就能消除我们两个人之间同事和夫妻这种模糊的，我觉得还是上班的时候把衣服穿起来不是就是那你等会儿我去拿条内裤不是就是把工作的衣服穿上这样咱们有工作服我去买2套工作服啊，就那种好多口袋的那种。就比如说现在我就穿着刚才出门穿的衣服，我特意不换成睡衣，就让你看到工作中的我是这样的，然后等一会儿不工作了，那我可能就换成睡衣，这样我觉得衣服上面的一个转变已经是我可以做的最大程度的努力了。 OK， 那我今天待会儿咱们录完之后，我去定制几件那种衬衫，然后西裤，然后在家里穿个皮鞋。哎，或者我们可以给自己就是戴个面具，就是上班就反正这个我觉得还需要探索，但是这个是我们要自己要警醒自己的。对，这个虽然是调侃了，就是我们虽然讲的比较搞笑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内核大家是能理解的，就是你得让自己有这个状态。那除了时间和空间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自由职业带来的一个自由的点，就是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它也变得自由了。就是咱们以前上班，你在公司体系下面工作的时候，做什么事儿和做这个事儿的产出标准，以及最终这个后果这个结果谁来负责，这方面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一般这些话都是老板说出来的，比如说老板会说，哎，出了问题我负责，或者说这个事儿出了问题你负责得了吗？就是会有这种灵魂拷问，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强迫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真正去做你特别想做的事儿，或者按照你的方式去做。对，也就是以前你工作的时候要做什么不是你定的，做的这个东西的产出标准也不是你能够决定的，甚至最终做好做坏谁来负责谁来评判也跟你没关。我感觉这个乙方的牛马们应该特别有感觉，因为双重束缚，除了要听自己公司的老板之外，还要听甲方爸爸的，真的完全没有自主权。但是当你自由职业了之后，这方面就开始自由了。对，我觉得这个是真自由。确实，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想做，而且可以自己把控的。对，虽然不敢说100%我们自己说了算，但是我觉得在95%以上的情况，我们是有非常强的掌控感的。其实这个真的是感觉特别的好，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以前都是听老板说啊，这事儿我负责，什么这个东西出了问题你负责得了吗？我现在真的是开心，我现在就是说这事儿我能负责，我现在终于能负责了。对，就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停更1个月，好吧，我负责。这我负责不了他停了我还得更我负责不了你看看，你不是自由的吗？你是老板呐但是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刚才说我们觉得爽，我们觉得我们终于可以负责了，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真的有点你那个说的那个什么翻身农奴把歌唱，就是刑满释放啊，对，感觉。但是呢，我自己啊有一个新的感觉，就是我现在虽然是自己能说了算了，但是我内心当中会出现2个非常奇怪的角色互相拧巴。什么角色呢？就是我现在既是我自己的老板，但同时我也是我自己的员工。对，这个是不是很能理解？对，因为做决定的人是我，为结果负责的人是我，但是干的人也是我。怎么听起来很苦的样子？因为我只有我你知道吧你还有我，所以我就会在这个2个角色里边反复横跳。这2个角色带来的是什么感觉啊？就是那个老板的我他会很严格，但是我是我的员工这个角色呢又会有点想要放过自己，所以我经常就会在逼我自己完成今天这个工作和让自己说放过自己吧歇一会儿，这2种感觉之间一直横跳。这种拧巴的感觉其实是挺累的，甚至有的时候这2个身份会互相打架，非常消耗我的精神力量和意志力。其实对我来讲，这2个身份的融合也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这种影响在我身上。首先就是它让我失去了摸鱼和偷懒的快乐。
就是你知道，就再也不能因为老板也是你，员工也是你，要摸就摸自己。你想摸鱼和偷懒为什么开心？是因为有一个人会给你发一笔固定的钱，然后呢，在这笔固定的钱下面，如果你可以偷一点时间去厕所睡个觉，刷一会儿小红书，你就会觉得，哎，我赚了啊！对，偷来的那种快乐，就是有一个规则和有一个人让你去对抗，让你去反抗，然后反抗成了，你就会有那种很快乐的感觉。但是现在呢，自己管理自己了，而且没有那种说什么有人给你一个规则了嘛，那你就不存在摸鱼了，你只会觉得 Oh my god， 你怎么在浪费时间？是，就你如果偷懒不干休息，你只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就有点像自己偷自己的钱出去花一样，很莫名其妙，没有快乐。对，而且我觉得这两个身份，老板和员工，在我的心智当中，老板是占上风的。就是对你来说，你好像觉得他们老是左右互搏嘛，对。但对我来说，老板是占上风的，就会给自己有很多要求。你既然是自己干了，你当然得好好干了，所以每次都要求自己干到最好。就休息的时候会自责，每次偷懒的时候脑海里面冒出来那个声音是：你以为你在为谁干？你是在为自己干呀。这句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就很多老板会这样教训自己的员工，说你以为你是在为我干吗？你是在为自己干呀。你要是作为企业的员工，你就心里面就在骂老板了，说靠，明明就是在为你干，又来 PUA 我了，工资谁高呀，我就拿多少钱呀。但是这句话自己对自己说出来的时候，你是有点认同的，无力反驳。对，那我确实是在为我自己干，所以就逼自己逼得很厉害。同时我觉得自己给自己当老板还让我觉得迷茫。就以前在公司里的时候，我是一颗螺丝钉，我是有一个固定的任务的，我的老板会告诉我你应该要干嘛，然后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完成，我可以尽我最大努力完成得很好，然后获得老板的嘉奖，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我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对吧？但是现在你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干，你外界的评价标准没了，就是你也没有这种别人来告诉你说你做的挺好的，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了，给你夸奖给你奖金的这种正反馈了，你就会在想说，那我到底做的怎么样呢？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究竟要完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有的时候我就会机械的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周要更新，那到底我每周更新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呢？我好像自己在自己内心是很难去建立的，不像以前我在张老师那边写公众号的时候，张老师会说你每个月要给我增粉多少，现在其实没有了。那没有了的话，相当于你要自己给自己设置这样一个目标，我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我好像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没有办法达成的目标，这样的话就永远得不到正反馈，好像自己是不会给自己夸奖的，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就像前面我说的，我说我可以说1个月停更，这我来负责，但其实我是根本做不出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说我现在自己是自己的老板了，我必须要让自己做到最好，就这个标准变得模糊而且很高，不像以前我只要取悦老板就行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老板来取悦了，或者说这个老板就是我自己，但我自己作为自己的老板，这个老板是一个那种欲壑难填的老板，就觉得我自己这个员工做到怎样都不行，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陷入痛苦，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没价值，就感觉无法肯定自己。我觉得在说到定目标这件事上，就能够明显感觉出来我前面说的那个，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老板的身份和员工那个身份在互相搏斗，就是既要求自己很严格，但同时又会放过自己。比如举个例子，你说定目标这个事儿，如果我们现在定了一个目标，结果这个目标我们很轻松达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天然的说这个目标定低了，对，我们就会觉得这很轻松。如果你这个目标定高了没达成，你就会天然的放过自己，说哎呀那个目标定高了，就永远好像没有说这个目标是死的，如果我达成了，我说明我做得好，没达成说明我做得不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目标的浮动，我们是也有调控权的，我们作为老板的这个身份对于这些东西也是有调控权的，所以我们好像有点像是反推了，就是根据我们做成什么样，然后我们来说我们定的目标是什么样。所以我自己这2年一直在强迫自己做一件事，就是我要客观的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达成了就是做得好，这个非常重要，没达成就是没达标，就是你一定要守死这个事儿。我感觉这种内心的搏斗真的很痛苦。如果是外界的话，他目标给你定高了，你达不成你就可以骂他，然后他定的刚刚好你达成了，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因为你天然的认为老板肯定是想要压榨你的，你没有想到自己其实也在压榨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自由职业者需要去学习，或者说将来需要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这个自己当自己的老板的这个能力。
因为以前咱们两个人的经历啊，咱们在打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当过大老板的，我们都是在做执行层面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做自由职业的时候，我们也更多的都会从执行者的视角去想这个事儿到底我怎么干，我把它干成，我们想的都是这个事儿。但是随着我们发展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作为自由职业在发展自己的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要经历寻找大方向的这个过程，有点像是你会变成以前公司里的这些决策者或者说管理者的身份，但是我们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我们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学习这个能力，就是有点像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去给自己定目标，怎么去给自己找大方向，怎么去给自己看行业的动态，包括怎么去给自己开辟新的版图。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自由职业者劈开一半那个老板的身份，然后我们另一半那个作为员工的身份应该去执行这个老板身份给我们定下来的种种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是能够这样，就是心中的这两个角色是这样去配合的，那你就会变得更好，而不是各种交战。对于我来说，这个老板的角色不仅是要帮我去做决策、定大方向、想发展，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自我的一个评价，就是你要客观的去评价自己做的好不好，更多的给自己一些正反馈，不能就是总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然后我因为自己觉得自己缺乏正反馈，我其实会担心你可能也会有，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就是我经常会没事夸夸你，说哎呦你这个做的真好，或者哎你这次效率好高呀之类的，就我希望给你一些正反馈。所以为什么我说咱俩之间你更像是老板吗？而且我发现我还有一个洞察，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是我发现身边有好多自由职业者，他们随着自己做的时间越来越久之后，他们最后发展都会雇一个人。就是咱先且不谈他们做得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扩大成为企业有规模，雇了很多员工，这个咱不谈啊。他们就会雇一个人，就是比如说给自己雇一个助理。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雇一个助理？就是包括有很多这种内容创作者，他们都会雇一个助理，或者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视频媒体的创作者，他们会雇一个摄影师。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也是一种办法，就是他就是把自己的老板身份和员工身份给他剥离出来，就是我雇了一个人之后，我就可以摘出来一个这个身份，然后我就自己可以更明确的认同自己的身份。那大部分就是说自己是老板身份更多一点，然后雇的那个人是员工身份更多一点。我确实没有见到给自己雇一个老板的人。我觉得我好像需要雇一个老板，因为我是需要有人来夸我说你做得好的。但我觉得雇人可能也不仅仅是因为要剥离身份，我觉得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陪他。就是自由职业很自由，但是也非常的孤独，而且这种自由孤独的感觉是会给人带来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的。就是我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我感觉没有人跟我合作，就像你前面说的那样，说哎这事儿要你负责，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如果有人跟我一起合作的话，我就会觉得哎，我们两个是一起负责的。虽然我也会尽我最大努力，我不会说哎我不用干了丢给他干，但是但凡有那么一个小团队或者有一个老板在，我就会有安全感，我就会感觉到舒服。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心理学大师叫弗洛姆，他写过一本书叫《逃避自由》，他就是讲说为什么有的人脱离集体特别自由，个性发展的特别好之后，他又会想逃避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发展个性是人的本能，但是融入集体去获得集体给你的安全感也是一种人的本能。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为什么自由职业后面总是好像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团队，对，可能也是觉得太自由了，你觉得有点慌了，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的感觉。对，就给我一种感觉，就像是在荒漠上行走。我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就这种感觉。是，但我觉得这个不安全感也是因人而异的。像我就是非常非常需要集体的安全感，但我觉得你还相对好一点。我自己分析，我觉得你心里面是有一个很强的自信和内核的，就是你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做到，但是我好像没有，我就会担心自己的决策是错的，或者我自己做不到，我就很需要这种安全感。但是你好像是十分自信的，我现在就是在你这个同事身上慢慢的想要去学和获得这种感觉。听起来感觉好像是我需要一个下属，你需要一个领导，那我们两个人就其实可以量好并一好，
以后你当我下属，我当你领导。我跟你说，我真的特别需要领导，嗯因为没有领导之后，我还有一个特别痛苦的地方，就是以前工作你烦了，或者你做不好了，你就会说，哎，糊弄一下领导，或者说，哎呦，都怪他做了一个错的决策，哎，让我们干这个有什么用？现在就是你这种攻击性没有办法释放了，就是工作中你自然还是会遇到问题，但这个时候你没有人骂了，你总不能骂自己吧？哎，你干嘛干这个呀？但有可能你会骂自己，会攻击自己。我就是骂自己。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经常骂自己。太可怕，你真的太可怕。就我就会觉得，我跟你讲，你不在家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我们天天都在打架，人挺多的。本来说，我想你以后出门之后，你在门口听，你都听到里边有扇大嘴巴声音，就是这个老板肥杰在扇他的员工肥杰。那员工肥杰会不会在老板肥杰桌子上尿尿？那不然完事之后还得是保洁肥杰过来清理嘛？那不是，这得不偿失啊！你这个公司挺完整的，我公司大着呢，我公司，我楼下还有司机肥杰在车里等着呢。所以我感觉啊，你看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时间、空间，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的这些自由，其实总结下来，我感觉自由职业的这个自由啊，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定义的那个自由，就是它不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体验这么长时间下来之后，我感觉自由职业当中的这个自由啊，它更接近于可控这么一个程度，并不是说像没人管一样那么自由自在，它其实是有人管的，只是它不像以前打工的时候是有老板管，或者说有公司的制度在管，它现在是由你自己在管理你自己。就是我觉得自由职业当中的自由是有点像是自己在控制自己的一种职业形式，自己在掌控自己的一种职业形式，你自己的内心会逐渐建立起一个管理自己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另外我还洞察到，就是我觉得自由职业它最终的落点其实还是职业两个字，而不是自由两个字。就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的自由下去，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自由职业者，他们如果要是足够长的时间了之后，包括他们发展的好起来之后，他们都会逐步的把自己的工作进行职业化。比如说有的人会成立公司，有的人会组建团队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希望去从事自由职业，你更多的思考的应该是带着一个职业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儿，而不是想着我要去自由，所以要做这件事儿。我感觉这一点我也是深有体会，就我觉得自由职业其实用自有职业来代替会更好一些，自有就是自己拥有自己的职业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这种职业化的心态，你要把你现在在干的这一摊子事儿看成是一个职业要去干的事儿，就像在企业里面你有一个职位一样，这个职位你是要干哪些事儿，你需要哪些能力，你需要怎么去进化，你需要怎么把自己放在社会这个大的产业链里面，你怎么让自己变得无可替代，这些东西你都要自己去设计，自己去达成，没有人会帮你。不像在企业里面，可能老板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职业其实我们有这些要求，然后每年还会告诉你你有没有达成。但是自由职业就是你自己拥有自己的这个职业化的路径，你也得自己去设计，这个其实蛮自由的，就是你要自己去设计，但同时他又对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经常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私信问我说，哎呦，我也想从事自由职业。我觉得如果当你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两个前提是你非常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衡量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自控力有自驱力的这样的一个人，另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跟你说那个职业画面有关的，就是你要清楚你有没有这么一件想做的事儿。自由职业它并不是一个确切的工作类型，就是自由职业者它不是一项工作，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工作的执行模式，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以自由职业的模式去进行。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要是想要思考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去从事自由职业，或者说我要不要决定自己是否开启的时候，我觉得你脑海当中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你究竟要做什么这个画面。如果你这个画面还不清晰，那我就很建议大家，你如果此时此刻还有正经工作，那你就先干着你的正经工作，利用你的闲暇时间，把你的这个画面想要用自由职业去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画面尽可能的去清晰化，论证出来。对，当它已经足够清晰之后，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也需要去调整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自控力和自驱力去推动这件事儿了，然后你再辞职，完全进入自由职业当中。其实聊到现在我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么多部分的自由带给我们的困扰，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其实都是给自己框住，
或者说用一些条条框框把这些自由给框起来。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感觉那种就是无法无天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你主动的去把这些自由归起来，用一些自发想出来的方法去把它们归起来，这种自由才是真正的可以给你带来效益的。就跟那个物理原理不是熵的原理嘛，就如果这些分子的运动是无序的，它其实是没有力量的，你得有一个方向去使力，它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其实你这么说的话，就让我感觉到，就是自由的力量之强大，其实是我们难以掌控的。对，就有点像是这个魔法，如果要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操作的话，你其实是反而会伤到自己的。但是如果你把它装到一个容器里，或者是在一个比如说法杖里，那你可能就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个魔法。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以此来比喻自由职业的自由，就是如果我们是在框架内的自由，我们可能能够借助这个自由的力量帮我们实现更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了框架，任由自由这个魔力去发展的话，我们可能都会走火入魔。对，而且我们不用觉得说，哎呀，我们好不容易跳出框架，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设置框架？重点在于这个框架是你自己设置的，是你自己愿意的，你觉得适合你的，不像是你被就是塞到某个企业里面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儿，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问，就是我们两个人现在可以自己来说一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自由职业，你觉得站在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看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适合自由职业的人吗？其实说心里话啊，我觉得我并不是太适合自由职业。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分析自己啊，我是一个精神上不太自由的人，就是会有很多束缚。然后本来我在企业里面工作，我就会觉得，哎呀，企业对我有这么多的标准，然后有别人会来评价我，我感觉很紧绷。我想说，哎，那我要是自由职业了，能不能让我这个精神放松一下？我其实是想要追求精神的自由而选择自由职业的。但是呢，我现在不是自由职业有2年的工龄了嘛？我发现我确实呢是在职业状态上获得了一些自由，比如说不用坐班了，然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原本以为这样子我就在精神上能够放松了，结果就像前面说到的一样，反而更加焦虑和迷茫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就本来我是希望通过自由职业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的，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自由的人，但现在我反而发现应该是精神自由的人才更适合自由职业。因为我感觉精神自由的人，他是心中有很多无所畏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可以让他去掌控自由职业当中的自由，以及自由职业带来的很多需要你自己去自控的东西，那些焦虑，那些迷茫，只有精神自由的人才能更好的去掌控。所以我现在发现我是反过来了，就我作为一个精神不太自由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适合自由职业。你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1年的时间的一个正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自己虽然觉得我自己是蛮适合自由职业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自己也把自由职业的自由拆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我自己称它为外在的自由，就有点像你刚才说的状态层面的自由，自由的时间，自由的空间，可以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都由自己来决定。另一方面的自由呢，就是内在的自由，也就是你刚才说的精神层面的自由。我现在觉得我似乎是可以掌控自己外在的这些自由，我可以努力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帮自己找一个更合适自己工作的空间，甚至我现在也能够知道给自己定合适的目标去进行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但我发现我自己的精神也是非常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紧绷其实会反作用于我们自由职业的状态也会略显紧绷。就好比我举一个切实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每周要更新节目，我们似乎好像很难长时间的离开我们工作的这个环境，比如说离开家。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回家看父母，父母都会惊讶，比如我爸妈就会惊讶说，你们为什么从来不能待超过5天？我说因为要超过5天我们就没办法工作了，我们那个工作是必须在家里进行的，我们需要有设备，我们需要录制，我们必须在这个时间回来。其实这种你说它真正是这个硬件或者说这个环境它真的在限制你吗？我觉得其实真正限制我们的是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限制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在这个环境，不是以这样的一个装备，不是在这样一个我们安全的已经实践了100、200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行，我就没有安全感。但其实你在路上你是可以操作的，你带着胸麦你也是可以录的，你在外地租设备你也是可以录的。
包括你看我们为什么长期没有请嘉宾，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执念，觉得必须是线下面对面录制才好。对，好多人说你可以线上呀，包括咱们想要跟咱们在纽约的那个全球流浪的朋友录节目，人家说那你们可以线上录制，可以远程录制。我们其实为什么不能执行？我觉得就是欠在这个精神上的自由。心里面的那个老板觉得这个不符合我的产出标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紧绷的地方。我自己回头想，我反而在刚开始进行自由职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些担心。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精神层面是蛮自由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真的还没把它看成一个职业，就只是觉得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就是你是从0到1的过程。对，但现在你要变成从1到100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我需要去摸索的，我觉得这是未来我希望能够放松的。其实这个放松有可能是放松我的精神，也有可能是放松我内心当中对自己的那个标准。我跟你说，这个是2个办法，确实，然后放低自己的标准是更容易的。你要在精神上面直接所有的标准都放低，那我觉得往佛学宗教走了。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自由职业，但是我现在还想继续坚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可能现在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是因为我在这个社会当中经营了那么长时间，就被这个社会驯化成这样的，那我就要用自由职业和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就把自己像满贯一样投进去，然后慢慢的训练自己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我觉得精神上的自由虽然它很难，但它还是我想追求的东西。暂时我还得不到，但是我希望我慢慢的可以追求到。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自由职业当中的自由，落到最后，其实我很想说，就是自由职业它其实并不是一种享受，它甚至有的时候比上班更需要你内心的那种天人交战。因为你真的是自己在跟自己做斗争。虽然在刚开始进入自由职业的那1年、1年半这段时间，确实会有蜜月期，确实会有那么一个开头特别幸福的时间，但是也一定会迎来所谓的7年之痒，你也一定会经历一个不破不立的这么一个阶段。感觉好像自由职业其实最终就是在自由和职业发展这中间去摸索，寻找到一个平衡。很有可能每个人踏入自由职业之后都会有自己适合自己的那么一种模式，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真实的属于我们俩的感悟，能够帮助到咱们听众当中对于自由职业有想法的朋友。也希望我们说的这些真实的感受能够让大家更清晰的去看到自由职业真实的一面。对，如果你很想要自由职业，或者你在考虑自由职业，你认为它好像会给你自由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是这样。那如果你是在职场里面你出不来，你也想要自由的话，我觉得完全也是可以追求的，并不是一定要脱离职场你才能获得自由的。不管你在不在企业里面，这种精神上的自由都是可以追求的。它不是说你变换一个职业模式你就可以拿到这种自由的。是的，当然我也知道我们2个人的体悟和洞察肯定也是相对局限的，那也欢迎咱们评论区当中比我们经验更丰富的朋友，经历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你自己自由职业的一些洞察，让更多的人更全面的去了解自由职业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做出更稳妥的决定嘛。同时我们在最后也想说，就像我们开头的时候说的，就自由职业的这个话题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今天只是跟大家聊了这其中自由这2个字。如果大家有更多关于自由职业想要了解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这一期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节目可以跟大家把关于自由职业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感悟跟大家分享。很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来，这样会让我觉得多了一些同事的感觉。好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